大家好，又到了 Brenda 的学习时间之前一堂课已经教了大家如何做表链，那今天如何让这个表链曲转起来了呢？好吧，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做成了这个样子啊。OK， 那我现在呢，再把它给隐藏，把这个表链它的这个修改器先给隐藏，不选它。OK， 好，我们现在呢就重新再制作一次。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怎么制作的，无论是它用的是哪一个都可以啊。这里有个曲线是吧？我们好，我们先把这个原来的这个文件，它的这个钻石我们不需要，然后先把它隐藏了。把这个钻石我们先把它给隐藏先。哎，我把这表这里也给隐藏了。应该是隐藏的是钻石 ，OK， 好，钻石隐藏了以后，现在呢先选它，然后呢可以给它长一点这个表链，所以呢这里呢给它长一点所以这个群组修改器这里给它搞长一点都没问题这是个手表链 ，OK， 好，这长了以后，我们要把这个全部 apply，OK。好，我们进入到 Viewport Setting 这里状态来看好一点。OK，apply 了以后它就会固定了。然后呢，我们回到编辑模式下，用移动工具把它移到边边上，然后呢，回到物体模式下，跟着呢，我们添加大家呢可以添加这个 Path 修改器我先给大家添加 Path 修改器。给大家先示范一次，那这里呢就有一个 Path 修改器很长，不长。然后呢，我们回到 Edit Mode， 然后呢把这个移到跟这个表链同一个方向并排位置并排，然后呢用伸缩工具把它拉大以后呢，同样的还是让它开口的位置跟这个表链是中心原点在一起长度也要再拉长，差不多，然后呢，再用移动工具再把它们记得这个开头这里是大概差不多，然后呢，长度呢也要差不多。好，我们现在还是稍微长了一点，我们缩短一点点 ，OK， 然后再用移动工具把它移出来，中心原点一定要两个的中心原都在一起，然后表链呢几乎一样长度。稍微再长一点点，然后这里 OK， 你可以数字期间看，这样来并在一起了，对吧？好，这样做完了以后，我们回到物体模式下，选表链，然后修改器这里选变形的deform 变形这个，然后再选 curve 修改器。这个时候呢，再把这个曲线。这个曲线叫 Nerve Path， OK， 我们选上以后，现在看好像没啥问题跟着我们回到编辑模式下，我们不要两个都一起选，就是光选这个 New Path，OK， 看到只选了这条线，然后呢，在编辑模式下，你能看到这里有好几个点，对吧？我们选其中一个点这个点，然后呢，当你这样的时候。当你曲的时候，这个表链也就曲了，好吧？好，我们现在呢可以选回这个表链，把它的这个曲线修改器先给这个用这个的擦掉，然后呢，现在我们把这个曲线也给隐藏，我们重新加一个的是 curve 的 NURBS circle，OK， 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编辑模式下。伸缩工具把它放大，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圈是不是巨大无比，对吧？然后呢，再把它旋转 ，OK， 竖起90度，然后同样的让这个它的下面这个线跟这里并排，而且中心原点也在同一个位置，所以呢，我们用移动工具上移 ，OK。让它的中心原点几乎是并在一起，我们再用移动工具再来移并到一起
然后呢还用伸缩工具再把它放大，然后再上移，再并到一起，前后左右检查。好，差不多了。跟着呢我们回到物体模式下，再选这个表链，然后把刚才我们做的出来的这个 NURB circle 导进去。OK， 那现在这个表链呢就已经曲形了啊。好，我们再选这个圈儿，进入编辑模式下，用伸缩工具把它缩短。OK， 然后回到物体模式下看，那它的这个表链啊就已经出来了，这个圈儿是吧？好，我们再回到编辑模式下，可以看，如果我把这个表链重新伸缩工具这里放大放大回到原位，然后呢在物体模式下伸缩，看它会变成什么样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在中心原点这里变成一个圈，还是这样比较好，对吧？也就是说在物体模式下把这个circle 这个圈伸缩工具缩小，是吧？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放上一个手表，在这放上一个手表 OK， 好，然后呢可以把这个存到你的资产库里，然后 Save As OK， 然后呢把这个所有的都给 Watch Bracelet， 然后呢把它给都存了，鼠标右键把它移到资产库 Mark as Asset OK， 那这里呢就变成了一个手表表链的资产。我们在这搜索一下 Watch OK 就出来了 OK， 好吧。然后呢这个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别忘了把它给存盘。好，谢谢大家观看如果想在我的账户里找到 Brenda 的教程，在 B 站、哔哩哔哩找御姐开带你学 Brenda， 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点闪合集69，然后把这个工具换成这里，这样的话呢就有4页的教程文件夹，已经在第1到第2页是 Brenda 最基础教程1、2、3讲这是 Brenda 是主要以建模为主，然后呢做游戏的是虚幻引擎5，以及的侯庙的基础教程、蓝图基础教程以及正式教程，也有虚幻5同乡母公司做场景的 Twinmotion 新版旧版教程，以及参加 3D 比赛技术专题汇总当然也有给 Marvelous Designer 给 3D 人物设计制造衣服的教程 OK， 这些都是教程文件夹然后也可以用人工智能时代用你如何用这么多人工智能网站建立你需要的人物、动物、动态、场景等等的教程然后呢从第2页到第4页就是以 Blender 为主的各个分类的教程，大家可以找到你喜欢的分类，像水和液体类、油墨画、水晶、外星来客、粒子和爆炸、海洋海水等等这些教程布艺教程，什么还有绑骨教程我就不在这说了，还有水果教程 OK。 好，然后这个课程就到此结束了，我们又完成一个项目，谢谢大家，祝大家愉快一天，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